如果大家经常混迹于各大社交平台或者网络论坛，那么你大概率会在有关中国女性和外国男性新闻下的评论区中发现一个合成词 "easy girl"。"easy girl" 是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叫做便宜女，泛指那些好约易推倒的女性。然而当这个词在中文社交网络上流行起来时，意思就发生了变化，专指那些和外国人交往的中国女性，所以也被叫做牧羊女。之前就有一个白人在某社交平台晒自己来华，1年1分钱没花，白睡了200多个中国女孩，引起网民围观，舆情汹汹，由此导致这个称呼走进了我们的视野。而在中文互联网上也始终流传这样一个说法：中国是外国男屌丝的天堂。那么问题就来了，按照网络上的说法，明明是一群西方的底层人员，为什么能在中国大杀四方，留下了数不清的情场传说呢？中国女人崇洋媚外到底是不是真的？大家好，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在这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点赞、订阅加小铃铛，精彩内容不容错过。前几年，在香港曾经发生一起很出名的兰桂坊老外事件。视频中，一个挪威人在兰桂坊当着一名亚洲男性的面勾搭他的女朋友，最后居然在大街上就开始激情热吻，而那时女生的手还牵着自己男友，怎么也拉不走。最后女子无视男友的存在，和老外开房去了。这段视频被挪威人的好友录下来，当成是战利品发在了网上炫耀。而这还不是他们的唯一一段视频。香港过后，这2个老外转战台湾、日本、越南、泰国、日本等地，一路勾搭亚洲女性，还把和各个女孩的艳照、亲吻照、浴室照都发上了网络。最后他们还剪辑一段叫做离职16个月征战亚洲泡妞的视频，并发布在了网络上，在视频中教学如何成功约到不懂英文的亚洲女孩。以上还都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是在视频的关键部分，会跳出一个想看全篇请点这儿的提示，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是拍猎艳过程而已，还可能利用针孔摄像头拍摄的私密过程，并且利用这些牟利。这些便宜女以为自己只是和外国人春宵一夜，其实早已成了共万千人意淫的女主角。看到这儿，或许有的观众会好奇，这2个老外到底有多厉害，才能让这么多的正妹赶着投怀送抱？怎么说也得是一个富2代之类的优质男人吧？毕竟在中国有如此号召力的男人，要么帅，要么有钱。可其实这2个老外，一个人2013年辞职，另一个一直是失业，在他们各自的国家只能算是社会底层。这次来亚洲还是他们第一次坐飞机，而在中国泡妞其实也并没有付出多少。视频中，他们直言花16块钱在酒吧买杯啤酒，用不了一会儿就有中国年轻姑娘主动凑过来投怀送抱。不难看出，这段视频其实相当的讽刺。这些人只因为有着白种人的外貌，就打败了很多亚洲男人。不过兰桂坊事件还不是特例，曾经有一个视频在油管上大火，视频的内容是一个老外来中国的奋斗史，他讲述的这些经历其实就是很多洋垃圾来中国捞金的缩影。这个视频拍摄者的身份是一名美国人，在家乡的他只是一名生活在底层的维修工，但是在4年前他失业了，在走投无路之际，朋友推荐他来中国捞金。原本在美国只是个无业游民的他，来到了中国却感受到了明星般的待遇。当外教不仅工资高，而且深受人们欢迎，于是他利用这一点，开始自己在中国的猎艳之旅。据他自己宣称，曾经有200多名女生想和他发生关系。为此，他还特意做了一个测试，来试图证明自己有多么的受欢迎。在视频后面，他仍然没有忘记呼吁更多的洋垃圾来中国享受生活。当然了，如果洋垃圾长得帅，在中国当网红也是分分钟的事。之前某音上的一个街头采访，就将一个来自塞尔维亚的男模 Vuk 彻底捧红。从相貌上来看，Vuk 相比于其他长相惨不忍睹的洋垃圾而言，确实略胜一筹。再加上外国人的身份，让他成为许多人追捧的对象。在爆红之后的 Vuk 却被网友爆料是个渣男，有6个女生爆出了和他的聊天记录。不仅吃软饭，还涉嫌诈骗，同时脚踏 N 加1条船，甚至盗窃、吸粉，样样都沾。某手上也曾出现过这样的洋垃圾网红，号称西班牙和法国混血，粉丝竟然高达100多万，而他的视频内容就是每天不重样的炫耀自己的约会对象，其中也有不少女孩主动送上门，被这名洋垃圾放在了微博上进行炫耀。从他炫耀的图片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女孩并不在少数。
那么这些便宜女的归宿是什么？她们最后有没有如愿以偿地嫁给老外呢？从数据调查和结合身边的案例来看，大部分人是欲求外嫁而不得，毕竟老外又不傻，能免费玩完就跑了，为什么要娶？不过还是有一部分人追星成功了。如果是嫁到富裕国家或嫁个富裕个体倒也还好，但现实状况是，来自各个国家的外国人，其中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远远低于中国。面对自己同胞，他们可以索要高额彩礼、车子、房子，可对于外国人，他们却硬气不起来，不仅什么也不要，而且恨不能倒贴，美其名曰成全爱情。那么 Easy Girl 的背后成因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猫爷简单说点个人拙见。西方精神殖民的4大法宝：新闻、电影、广告、文学，在互联网时代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亚洲女性，包括中国女性，其实也是被社会影响所决定的。这些社会影响可能包括历史教科书的教育、对西方的经济依附和文化依附、好莱坞电影和英美剧的大规模引入、公知媒体文章的美化诱导、国内极端女权营销号的宣传和对中国男性的抹黑等等。审美、认知完全都是可以引导的，因为很多摆在你面前的内容本来就是经过筛选的。比如极丑的中国男性和极帅的西方男性照片摆在你面前，1次、2次、3次过后，你就会产生一种印象：中国男性都很丑，西方男性都很帅。同样类似的，当媒体和网络不停散播吹捧那些混血儿，刻意挑选帅亮的混血儿照片，就会让受众误以为混血就是漂亮的，嫁给白人就是比嫁给中国人幸福，嫁给外国人就是比嫁给中国人高级。这种洗脑和影响是非常潜移默化的，可能你自己都难以察觉。在这种洗脑环境下，西方白人的形象自然变得高大上，加上国内许多职人摄影师、品牌几乎只爱用西方白人面孔的模特，而对中国模特则刻意画上非常恶臭的黄货妆容，去故意自我丑化，迎合讨好所谓的西方认知，让部分国人丧失了原有的审美标准。所谓的五官立体、金发碧眼，完全成了一种强势审美。但你如果真住过欧美，看过那么多歪瓜裂枣，断然不会有西方人就是帅亮的看法。另外，国力和文明决定了自信度。如果工业革命是中国人发起的，之后吊打西方各国，文化各种输出，你现在看见白人，估计也就和看见印度人差不多。如果我们侵略他们，生产力碾压他们，那么就是他们崇拜我们了。试想，盛唐时候的西方白人，如果到长安街头，当时的中国女性估计都不会正眼看，只会觉得这是外国蛮夷蛮族而已。现在呢，这就是清朝以来中国文明国力衰弱后，连审美权和自我美定义权都一手后的差别。80年代外嫁的女人普遍日子过得比在国内好，经过他们的宣传，嫁给外国人成为了一件能够光宗耀祖、改善生活的事情。这种 Easy Girl 行为在当时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全民吹捧，因为外嫁确实能够大幅度提高穷人家女孩子的生活水平，我们无权置喙。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增长速度堪称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于是这一现象开始有所转变。以美国为例，最近3年来，白人女性嫁东亚男性的跨国婚姻明显增多，而华人占据了增量的绝大多数。中国现在硬实力有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军事实力的爆发，文化电影娱乐产业的进步，甚至输出国外，舆论宣传的反击等等，但软实力还差得远，尤其在文化、文艺、影视娱乐、流行输出上还远远不足。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